时春光明媚，芳草茵茵，正适合骑马踏青。你不好奇陈贵妃跟我说了什么吗？她蠢，王爷可不蠢，我相信王爷。其实想想，陈贵妃也挺可怜的，那么骄傲金贵的女子，换做谁也不愿陪着一个老头子蹉跎青春，尤其是心里还有喜欢的人，宫中的日子就更难熬了。这世上最幸福的事儿，莫不过能和喜欢的人长相厮守，再苦都不怕。还是爱你想的透彻，我都没你看得明白。真的很幸运能遇到这么好的你。都说你嫁给我是高攀了，我心里却明白是我占了大便宜。我家爱旺夫宜家，谁娶了都是兴家旺族之兆。王爷真会说话，我可不信什么福气不福气的，只靠一个女子就能兴旺家族，哪有那么玄乎啊？不过呢，你能这么想，我也挺高兴的。不管因为什么，你在乎我就够了。查查看，谁往冯府递的消息？谁在暗地里害王妃？把这个人找出来。是，属下马上去查。自己去领30鞭子，以后随时保护王妃。如果谁对她不利，你们可以现身，贴身保护。遵命。娘亲，想什么呢？谁惹你生气了？还能有谁呀？除了你这个惹祸精，谁能让为娘的如此忧虑？你说又做了什么事儿？冯家送来这么厚的礼物，咱们跟他家素无来往，你爹说冯大人亲自拜见，态度那叫一个客气，把你爹好一顿夸，他都懵了。没事儿，放心说吧，就当是女儿的嫁妆了。那老东西污蔑我害他女儿，想找我麻烦，燕王狠狠地训了他一顿，他怕燕王找他算账，才赔礼道歉的。这样啊，好呀，你的嫁妆108台都装不下，可惜不能超过郡主公主，只能装88台，否则娘亲给你准备10里红妆，不能堕了你外公的名头，不是吗？既然这样，娘亲就放心了，你去洗漱休息，娘亲帮你安排好。谢谢娘亲，娘亲真好，我去了。楚燕这家伙牛皮吹爆了，肯定气死了。我是喜欢他，也想让他喜欢我，并且为之努力，可惜他不懂风情，又心硬如铁，我试过了，没能感动他，只能放弃了。哎，你不用顾及我的心情，我不是是非不分的人，知道你们之间只是亲戚交情，不会怪你的。舒阳，你真好，楚燕失去你是他的损失，狂妄自大的家伙，咱们不稀罕他呢。你觉得状元怎么样？给你抓来做夫婿吧，压着他一头，气死他，让他有眼无珠。算了，像我嫁不出去似的，没意思。快，状元郎来了！哎呀，不说别的，楚燕这张脸真是百看不厌，我要是公主就养在身边，每天看一眼，心情都能变好了。可惜啊，美人不张嘴还好，一张嘴什么美感都没了，真想一巴掌呼他脸上，白瞎了这么好看的脸。要是温柔点儿，嘴巴甜点儿，只靠着脸就能吃遍天下，有什么才华呀？只靠着脸就能吃遍天下，有什么才华呀？你都有燕王了，还对着男人流口水，小心你家燕王吃醋啊！哎呀，他越是爱答不理的，我越喜欢的不行，控制不住啊。说不定那一刻真的伤透了，也就走出来了。爱情说白了就是犯贱的过程，谁先爱上了谁吃亏。喏，给你解解气，没有这张脸诱惑你，说不定你就不喜欢了。别，可不敢砸，姐姐手下留情，他可是你家亲戚，你可真下得去手。为了姐妹，两肋插刀，在所不辞。你别怕，他不知道是我砸的，砸了咱就撤。谁拿仙人球砸人啊？这是人做的事儿吗？简直是飞来横祸！哎呀，作死啊！差点被发现。楚大人，你没事吧？这个给小的，小的帮你找出这个人来，肯定是嫉妒您的如花美貌呢。这位差爷，你当官差都屈才了，该去青楼当龟公，口才是不错。楚大人真会说笑啊。
品仪郡主看着他们闹，心事重重，目光盯着状元张玉泽看。张玉泽察觉到似的，抬头看向他的方向，两人四目相对。这是谁家的小姐？钗环华贵，衣裳华美，肯定是高门大户家里的。若是能娶了高门贵女，她的前途就不用愁了。是你们拿仙人球砸的楚探花，好狠的心，想偷跑门都没有，怎么办呀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呀？管你是谁，想害楚探花就是不行。哎呀，年纪不大，脾气不要这么暴躁嘛。我跟你们讲，楚探花是我的远房表哥，我跟他闹着玩的。你们没看到他接住了吗？他文武全才，别说仙人球了，铁球都伤不了他。你们想不想知道楚探花的个人爱好？喜欢吃的菜，爱看的书，喜欢的颜色，喜欢什么样的小姐呀？于是兴师问罪，成了座上宾。萧天爱更是把楚燕卖了个彻底。咱们楚探花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说反话。他说离我远点儿，其实就是害羞，等着你主动靠近他呢。他说我不喜欢你，其实就是傲娇矫情，对你很有好感。他说你长得难看，那是他审美疲劳，想看漂亮的。对着镜子看自己不是更好呀？就是啊，楚探花貌美如花，谁知道她身边都会自惭形秽的。姐姐说的太对了。最后被他们千恩万谢的送出大门，亲热的跟自家姐妹一般。对了，这位姐姐是哪个府上的？你们谁知道呀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以为你知道的。我也是第一次见，哪里会知道呀？糟了，被他骗了。小姐们好可爱啊，可惜我不是男人，三妻四妾，绝美环绕，日子在神仙啊。你可以为你家燕王纳妾啊，按照规制，燕王府还能有2位侧妃，收为妾室呢，满足你绝美环绕的日子。那可不行，燕王说了，只娶我一个人，他敢纳妾，我立马休了他。想让我跟别的女人共侍一夫，想什么呢？真的吗？燕王对你这么好，太羡慕了，为你做到这个份上可太难得了。不过你也很好啊，你们俩一定会幸福的。你也会遇到真心爱你的那个人，也祝你幸福。紧接着迎来太子大婚，婚前几天带了礼物，约了品仪郡主夏疏影一起去给颜玉娆添妆。多谢你们能来，出嫁那天早点来帮忙呀。一定，颜姐姐气色真好，以后再见咱们都要称呼太子妃了，可不敢放肆，还请太子妃多多照拂呢。萧二小姐，不知你堂姐现在可好呀？颜小姐真是念旧之人啊，难为你还记得我堂姐。说实话，我自己都不愿意提，丢不起那个人。颜小姐没有忘了她是怎么进的尼姑庵吧？你要真的是惦记，等你进了东宫，成了太子妃，下一道懿旨接她进东宫呗，让她做个妾，伺候你这个主母。只要皇后太后没意见，我们萧家不会反对的，也好让大家看看太子妃的大度宽容，前情敌都容得下。萧小姐说笑了，我就随口一问，出了家就是方外之人，我哪敢打扰她伺候佛祖呢？原来颜小姐都知道了，没关系，你喊我一声二小姐就好，我不介意的。时候不早了，小姐们去花厅用饭吧，午后赏赏花，春光正好，正是赏花的好时节。好啊，颜小姐，带路吧，咱们欣赏一下颜家的花园子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太子被人给打了。什么？谁这么大胆子，敢跟太子动手？高人呐，敢打太子？是长公主家的贺少贺思远。备马车，我要去看看太子。别耽误时间了，坐我们的马车去吧。走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，都是好姐妹，谁跟谁呀？颜小姐，不要跟我们客气，你的事儿就是咱们大家的事儿。哎呀，贺思远这个天杀的太不懂事了，居然敢打太子，胆儿肥了他。
就是，万一打得严重，耽误了婚期，杀了他都不够。贺思远好得很，居然敢打姑，这次不让他脱层皮，姑饶不了他。哎呀，你轻点儿。臣下手重，要不让东宫的宫女来上药吧？皮外伤没大碍，擦几天药就好了。滚吧！太子妃来探望殿下，您要见吗？他来干嘛呀？看姑的笑话？不见。太子妃见谅，太子正在养伤呢，不方便见客。您看，要是这样，更应该见一面了。太子妃担心太子一片情深，你们做奴才的不该成全吗？下去吧，没你们的事儿。太子怪罪下来，太子妃帮你们求情，咱们这样闯进去不好吧？怎么不好？你不担心太子吗？皇后知道了也会夸你对太子一片真心呢。太子，你怎么样了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太子殿下，别活这么大火气嘛。太子妃担心你，不该来看看的吗？3月之后可是大婚之日，要是被人打得下不了床，可怎么是好呢？废话，姑能让人打得下不了床，皮外伤而已。贺思远被揍得更狠，放心，不会耽误婚事的。放心，不会耽误婚事的。那就好，只是你们表兄弟为何打架的呀？闹着玩呢，不为什么？姑用得着跟你说吗？不是，小铁矮，谁让你进来的呀？你管得真宽。倒是我们多管闲事了，太子殿下还能骂人呢，估计是没大碍了。咱们走吧。滚吧。你呀，小孩子似的，非要撩拨太子发火，瞧把人给气的。世界如此美好，他却如此暴躁，这样不好不好。萧天爱，你就一点不怕太子吗？那可是太子，未来的皇帝，大燕唯二尊贵的人。等我嫁给燕王，他还要喊我一声婶婶呢。我这是关爱晚辈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他为2，我家燕王就是为3，加上辈分，勉勉强强平起平坐了。燕小姐，我要是你，就巴结我一些，万一将来太子给你气受，我摆出婶婶的谱给你出气。太子不怕皇后，对上他却总是吃瘪，说不定还真行呢。萧小姐，以前我有得罪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咱们以后也是一家人呢，提前喊你一声婶婶，是我以前糊涂了。好说好说，侄媳妇儿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到了皇宫门口，贺思远光着膀子，背着金条，跪在宫门口负荆请罪。贺思远，你干嘛跟太子打架？他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跟我说，我让燕王给你求情。哎呦，还没进门呢，就想当家做主呢。萧小姐，好歹是侯府千金，要点脸。论起不要脸，哪儿比得上长公主您呢？你小贱人，敢跟本宫顶嘴，反了你了！真当我不敢动你的吗？别以为傍上那个瞎子，就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想教训本宫，还轮不到你呢。够了，母亲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舅舅啊？他可是你亲弟弟啊，一母同胞，多大仇，你这么对他呀？人家孩子没了父亲，还有舅舅叔伯疼爱呢。我呢，我有什么？你非要把儿子逼得没有一个亲人才满意吗？你非要把儿子逼得没有一个亲人才满意吗？你居然这么想母亲？皇上不是咱们的亲人吗？有他还不够，你还想要谁？没有皇上护着咱们母子，指望那个瞎子能有这么多年好日子过？皇上是很好，可你也不能为了讨好他跟舅舅作对啊。你懂什么？你是在忤逆母亲吗？当年就他不同意我嫁给你爹，听他的话，没有你出生，老娘辛辛苦苦养大你，你就这么回报老娘的吗？是的呢，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喂大，多不容易啊！就是，小舅妈，你故意的吧？口误，别介意啊，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嘛，懂就好。啊，不对啊，被你们带到沟里去了。你还没说为什么要打太子啊？他看赛马就看自己选的马，输了就不服气，拿鞭子抽马撒气。那些马每一匹都是我亲自伺候，
比亲娘都上心，他怎么舍得下手啊？打我行，打我的马就不行。做得好。不过呢，下次找没人的地方套了麻袋打，被人抓现行的，又没有好爹撑腰，找死也不是这么找的呀。好，受教了。你少教坏我儿子，还嫌惹的祸不够大吗？表兄弟打打闹闹算不得什么，皇上还能跟他一般见识。不信你看看，最多打几板子还能怎么着啊？贺思远行为不端，有失体统，廷杖5板子，让他长长记性。犬子莽撞，谢皇兄宽容。诸位辛苦，拿着喝茶，狠狠打，千万别留情，让他敢对太子不敬，打得不狠不长教训。萧小姐客气，奴才们不敢放水啊。裤子扒了，行行。哎呀，咱们走吧。别呀，打板子呢，多难得，看完再走呗。不要，就这么打吧，不能扒我裤子啊。呀，看什么看啊，传出去像什么话啊？这是咱外甥，不是外人，谁敢说闲话？滚开，有点廉耻心没有啊？你好意思跟我提廉耻心？把他们给本宫轰走，轰走！哼，皇宫是你家，你让我们走，我们就得走的吗？长公主，你可嫁人了，不是皇家中人了。我们这儿呢，一个燕王妃，一个太子妃，我看谁敢撵你。王爷，你可要帮我做主啊！长公主骂我小贱人，还要撵我走，没法活了。哼哼，我能说不认识她的吗？长公主，我的王妃不劳你教诲，正好有事找你。这是母后的嫁妆单子，说好了一半给你做陪嫁，一半给儿媳妇的。当年我没在洛城，东西都被你拿走了，现在我娶媳妇儿，这些东西请你一样不少的还回来吧。赵无强，你什么意思？跟我要钱？你一王府穷的都要打母后的嫁妆了。母后弥留之时说了，都留给我，没你的份儿。你不是说母后走的时候你不在身边的吗？怎么又说弥留？没你的份儿。你不是说母后走的时候你不在身边的吗？怎么又说弥留？是之前病重的时候，就那么意思，你少挑刺儿。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我有母后的嫁妆单子，有太后做主，由不得你霸道。真以为做了长公主就高枕无忧了？你骂我可以，我的王妃由不得你欺负。这次只是假装，下次本王敢踏平你的公主府，我倒要看看皇上能不能护着你。你敢？你就继续嚣张，看我敢不敢。哎呀，咱们走，谁欺负你，本王让他付出10倍100倍的代价。不怕死的就来试试。表现不错，我很满意，奖励你的。哎呀，她毕竟是我姐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们都不能动手真的打她。表现不错，我很满意，奖励你的。哎呀，她毕竟是我姐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们都不能动手真的打她，所以只能要些财物让她肉疼。换做别的皇族敢冒犯你，尽管下手抽他们，哪怕太子打了就打了，我都能护着你。让他肉疼比打他一顿更解气。看你说的好像我多暴力似的，我最温柔了呢。是啊，没说你不温柔啊。下人动手你吩咐下去，哪家主子也没有自己动手的道理啊。这个可以有，那玉薇公主要是对我不敬，我也能打她。你是长辈，不是太过分，教训几句就行了，犯不着动手。当然了，她太过分，该打就打。上次我已经警告她了，应该不敢针对你了。我就那么一说，我是长辈，哪能跟她一般见识？真的搬走了呀？活该了吧，让他看不上这个弟弟，人家拳头硬着呢，不跟你计较，他真当自己多厉害呢。做得好，就该给他点教训，享受着先皇后的余泽，还欺负先皇后的儿子，脸咋那么大呢？这个也算是送给楚探花，
小姐，你都快把花房搬到楚家了，夫人都有意见了。好多花都是她亲自打理，有钱买不到呢。我这不是怕她得了探花，心中抑郁想不开吗？为了她啊，我可是操碎了心。她娘都没有我这么尽心的。可是跟送花有什么关系？我要让她知道，不管什么花，只要开得漂亮，就能为春天增色，更有特色。不要拘泥状元盲眼的，能开花的就是好花。哦，小姐的意思是考中了就是好事儿，不管什么花都是好花，对的吗？探花很好呀，风秀于林不是好事儿。我可谢谢你了，姑奶奶，我可谢谢你了，姑奶奶，求你别送了，我承你的情，我家院子都装不下了，你表嫂闻着花粉都打喷嚏，你安慰人的方法实在是消受不起呀。你不喜欢吗？我想了好几天才想出来的办法呢。喜欢，非常喜欢，咱到此为止，别祸害花了，成吗？好吧，大家小姐有插花这一项，对各种花也要了解一下。她补充这方面的知识，顺带安慰楚燕。楚探花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翰林院熬着修史书，给皇子们讲课，混日子呗。有件事儿，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一声。什么事儿？跟我有关？不是，跟夏淑莹有关。他家里相中了状元张玉泽，不过品仪郡主也相中了他，两家争一个男人呢。什么？我的天哪！品仪郡主竟然也喜欢他，那他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还没选好，春风得意，要是有尾巴都要翘上天了。不过我看他的意思更倾向于夏淑颖，毕竟淮南郡主府恐有一个郡王府的架子，哪有实权的户部尚书有前途呢？可是夏淑颖喜欢你呀，并不喜欢他。谁办的事儿？乱点鸳鸯谱呢。家中不算显赫，却也是耕读世家，父母俱全，祖父母身子骨也结实，人丁兴旺，祖上也出过几任小官。到了他这一代，终于出了个状元，光宗耀祖了。家世清白，人也长得好，状元才华也算不错。你要是愿意，娘亲就让人给他递个话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不愿意，就此打住。娘亲，你怎么也不问问我就去查呀？哎呀，这样都不喜欢，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？豪门子弟，你嫌弃人家不上进，只会靠祖上吃喝玩乐，绣花枕头。寒门子弟总会上进吧？你进门就是祖宗，他家敢对你不好，都要及笄了，再不定下亲事，婚事就要被耽误了。娘亲都是为你好啊！哎呀，反正这个不行，我不喜欢。哎呀，反正这个不行，我不喜欢。现在还有你挑选的余地，等过2年成了老姑娘，只能人家挑你了。这孩子越大越不让人省心。萧小姐来了，正好让萧小姐评评理，人家状元哪里不合适了？你要是有萧小姐那般的能耐，也嫁个王爷当王妃去。夫人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我和燕王是特例，之前有他救我一命，才结下缘分的。您这么疼淑颖，想让她称心如意，慈母心她都懂。不过婚事嘛，要的是两厢情愿方能幸福，合适的并不一定喜欢，不喜欢千好万好，心里也堵得慌。哎，你劝劝他，我都愁死了呢。好，交给我。不过这个张玉泽怕是真的不行。您知不知道，淮南郡王府也在打听他的，传出去好像二女争夫似的，多不好听啊。什么？有这样的事儿？品仪郡主也看上他了？我不行，我跟品仪说清楚，我没想嫁他。稍安勿躁，此事已经传开了，还是想想怎么消除影响吧。人家状元现在可得意了，两家大家小姐抢着要嫁他呢。当然他更属于你，毕竟淮南郡王府失宠，对他前途来讲，尚书府更有帮助。哼，势利小人，想的倒是美。啊，糟了，万一品仪误会我可怎么办呢？不怕，说开了就好了。现在咱们就去郡王府，都是误会，品仪不是小性子的人。
就是，快去吧，闹不好会出大事的。品仪郡主和淮南世子妃再说这门婚事，品仪郡主不比下输赢，她还是挺满意的。别人爱看到您尴尬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她都嫁人了，哥哥也放下了，现在都挺好的，您可别糊涂，说些不该说的。母亲是那么糊涂的人吗？哎呀，只可惜你哥哥一走这么些天，去那种地方吃苦，能说到什么好亲事？唉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母亲的肠子都悔青了。见过世子妃，萧小姐，许久不见，更漂亮了。没事多来府里走动走动。难为你们不离不弃，还和以往一样跟品仪玩。他有你们这样的朋友，我这做母亲的也就放心了。世子妃言重了，你也想开些，事情没那么糟糕。你说的对，你们女孩子说话我不打扰了，中午留下吃饭啊。好，谢世子妃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进去说。现在能说吧？你们这样子我也跟着紧张了。什么事儿啊？郡主，你看中金科状元了吗？想要嫁给他了吗？我这种情况你们也知道，勋贵重臣家的子弟不会娶我的，嫁个状元是最好的选择了。说是郡主，可不受宠的郡主也就名头好听些。我也不瞒你们，确有此意，嫁个状元是最好的选择了。说是郡主，可不受宠的郡主也就名头好听些。我也不瞒你们，确有此意。惨了，我娘亲也有这个意思，找人去打听，现在外面都传咱们俩争一个夫君呢。你看可怎么办才好呢？真的吗？你不是喜欢楚探花的吗？你家里不知道？哪敢说呢，我爹知道了，肯定逼着楚燕娶我。楚燕的脾气，我俩还能愉快的相处吗？不得恨死我呀！哎，你说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？你俩不打起来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外人怎么看？没必要太在乎。明天是太子的大婚，咱们去太子府中赴宴，亲亲热热的，谣言不攻自破。不过，郡主，你真的打算嫁给张玉泽吗？是的，目前来看，他是最好的选择。我已等不起再一个3年了。都是我娘亲自作主张，我对他一点想法都没有。第二天早早起床，打扮好，参加太子的婚宴，随国公老夫人请萧小姐进屋一见。这位老夫人可是燕王的外祖母，先皇后的母亲，比太后都长一辈，真正的老祖宗。早想见见你了，一直没机会。今日一见，比老婆子想的更好的，这模样真水灵。参见老夫人，有劳您惦记。好，闲了来国公府陪老身说说话。府里小辈不多，人老了就想着热热闹闹的。老身盼着你早点嫁进来呢。这个给你，带着玩吧。谢老祖宗，您给我带上呗，沾沾您的福气儿。好，给你带上。难怪能拿下我那外孙，这份胆识就让人稀罕。儿臣去接太子妃了。好，今日你大婚，以后就是大人了，可不能像以前那样毛躁了，稳重些。去吧，好好接了太子妃，母后等着你。待会儿你父皇处理完政务也会来的。是，谢母后。你是哪里当差的？鬼鬼祟祟，成何体统？带进来，有何事要禀告？母后，没事儿，儿臣能处理，不用劳烦您。您操持婚事已经很辛苦了。进来说吧，你今日大婚，有什么事儿，皇后帮你办了，心无旁骛的去接亲吧。你在哪里当差？有何要事？启禀娘娘，奴才在东宫外院行走，奴才不敢说。恕你无罪，不说实话，拉下去关起来，择日杖毙了。东宫没有这么不守规矩的奴才。你说吧，
姑没有什么不可见人的。是华安那边传来的消息。黄安怎么了？萧大小姐传出消息，有了喜脉，已经3个月了。你说什么？萧大小姐萧天蓝，她怀孕了？谁的？小宦官偷偷瞄着太子，不言而喻。还能是谁的？太子的呗。太子好大的胆子，居然还和萧家大小姐藕断丝连，甚至珠胎暗结。太子的日子过得太顺了，给自己找刺激玩呢。你再说一遍。是萧大小姐怀孕了，刚好3个月。得知今日太子大婚，深感罪孽，打算打掉肚子里的孩子，成全太子妃。派奴才来只是说一声，好让太子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孩子，只是他来的不是时候，愿他福薄，不能来到这个世上。此时已经熬好了堕胎药，53克就会结束了这条小生命。53克就会结束了这条小生命。太子睡了黄安的尼姑，不少人面带不屑。萧大小姐真会玩，早不说晚不说，非要挑着太子大婚的时候说。萧天爱更是沉着脸，掐死人太子的心都有。萧天蓝使出浑身解数，死扒着太子，自己费尽心机把他弄进黄安里，原以为高枕无忧了，这对狗男女居然捣鼓出孩子来。他错了，错在心慈手软，低估了萧天蓝的脸皮之后，当初就该一根白绫把他结果了，方能一了百了。骨子里还是现代人的思维，尊重生命，哪怕身怀绝技，从没有残害无辜，同情弱者。上次宫女的事儿就是他心软埋下的隐患，现在又来一出，不能堕胎，这可是皇孙，哪由得他做主？来人呐，快去请皇上来！太子，该启程了，否则会误了吉时的。小儿，那是你堂姐，你能不能去劝劝？皇后娘娘，开什么玩笑呢？萧家没有这么不知廉耻的女儿，当初送她进皇安，就当家族之中没了这个人了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进了皇安都能给人苟且，怀了孩子，谁做的孽谁收场。我一个未出嫁的小姐，可不敢沾这样的脏事儿。那好，就去请晋中侯夫人来，身为臣子，为皇家分忧解难，不是应该的吗？等太子大婚之后，咱们再商议，总会给侯府一个交代的。不好意思，今早出门的时候，家母身体不适，怕是不能为皇家分忧了。我家把大小姐送进皇安，就是信任皇安。现在出了事儿，不该有皇家负责的吗？皇后娘娘这是干嘛？想甩锅给我家的吗？做人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啊！你们慢慢商量，臣女还有事儿，告退。萧小姐傍上燕王，脾气见长啊，跟皇后都敢硬刚，就差撕破脸了。你去前厅找到侯爷，跟他说，让他抓紧时间回府，找来全族的族老们，把萧天蓝逐出家门，从族谱上去掉。啊，为什么呀？啊，大小姐怎么敢？去吧，越快越好。她爱怎么做咱们管不着，不能让她连累的萧家别的女儿没法嫁人了。当初就该早早的把她逐出萧家，是老夫人拦着不让，现在尝到苦头了吧？她就是太心软了，让自己一次次的被动。怎么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我现在想杀人，真是倒大霉了，都把她弄到皇安里了，还能跟太子勾搭上。你们说说，太子他又不缺女人，怎么就一次次的掉进他的坑里呢？还在菩萨面前，他居然还能硬起来，这样的人都能做太子，母猪都能上树了。不会吧？哼，天塌下来个子高顶着，看热闹好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瞅着不大对啊。天塌了，安心等着吧。皇上驾到！父皇都来了，皇婶婶到底怎么了？品仪郡主低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：皇婶说的对啊，真是天塌了。我跟皇叔说一声，这可怎么收场呀？太子也真是的，怎么能这么做呀？我去去就来。哎，这孩子从小就黏我，王爷多担待啊。
岳父您忙，有事需要我效劳，您千万别客气。皇叔，你听说了吗？不知道父皇会怎么处置这事啊？严小姐怪可怜的，大婚之日闹出这种事儿来，简直是无妄之灾啊！太子牛了掰了，找死也不是这么找的呀，也不怕父皇打断他的腿。哎呀，你说他会不会因为施宣瑶出家，对出家人有什么怨念啊？今天敢对萧天蓝下手，下次会不会对施宣瑶下手呢？皇叔啊，你派几个人保护他吧，我觉得难说。你说这些话，有想过传到我家王妃耳朵里，会是什么后果吗？看我这张嘴，口误。施宣瑶啊，跟皇叔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施家人会照顾他的，哪用您操心啊？你跟孟小姐怎么样了？整天摸不着影子，有进展没有啊？要不要皇叔帮你出出主意？每次约他出来，倒也能说上话，可总觉得少了点感觉。皇叔啊，你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孟小姐有我家爱难搞的吗？你说皇叔有没有办法？皇叔还请赐教，要是能娶到孟小姐，你就是侄儿的大恩人。孟知府的官职可不高，你父皇难说会同意这门婚事。咱们这些皇族中人，婚礼向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。我觉得你应该先搞定你父皇。孟小姐对你不冷不热，未尝没有这方面的原因，对你们的未来没有希望。是这样吗？除非让她做侧妃，可是她能愿意？你舍得她跟正妃伏低做小？怎么会啊，我对怡宝是真心的，怎么舍得让她做侧妃呢？哎，皇叔啊，你可要帮帮侄儿啊，求你了。我能束手不管的吗？但是你也要做好放弃一些东西的准备，比如离开洛城，去你的封地，永远不再回来。去你的封地，永远不再回来。离开洛城倒也没什么，只是舍不得母妃，舍不得您和这么多朋友。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，因为这个离开，心里空落落的。兰贵妃可以等皇兄100年之后去和你们团圆。将来你们有了嫡长子，按照规矩需要送回洛城的王府作为质子，有兰贵妃在，也有人照料，说起来不算坏事。考虑这些为时尚早，你回去慢慢想。你刚才在后宅，爱心情如何？有没有被这件事影响到？毕竟是他的堂姐。皇叔，我的终身大事您多上点心。小皇婶心大得很，顶多气一下，恨不得掐死他那个皇姐，后悔当初没弄死他，能有什么影响呀？他就是心太软了，才会留下后患，还不喜欢求助别人，什么都想自己担着，坚强的让人心疼。皇叔啊，你能考虑一下我的心情吗？这些话你跟皇婶说去，跟我表白，他也听不到啊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应该学着点儿。女孩子都需要哄着夸着，她能感觉到你的真心，才愿意跟你同甘共苦。你说怎么跟她勾搭上的？都是谁在中间为你们牵线？整个黄安那么多人，都是死人吗？没有谁搭线，儿臣年前去黄安后山赏梅，无意间碰到萧小姐，现在的法号叫静安，她过得很苦，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儿臣一时糊涂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临幸了他，就那一次，也没有在安堂里。父皇明鉴。朕明鉴个屁！所有伺候太子的奴才，统统杖毙了，知情不报，都该死。蒋大班，你去黄安，让安主把人安顿起来，孩子有个好歹，朕唯他是问。至于萧家大小姐，皇后说该怎么办才好啊？找晋忠侯夫人来商议一下。臣妾刚才问过萧儿，她撇得一干二净，说什么太子自己做的孽自己担着，从萧大小姐出了家，萧家就当没她这个人了。臣妾的意思，虽然萧大小姐行为有些不端正，该受的惩罚也受了，不如纳了做侧妃好了。万一肚子里是个男孩，可是皇长孙呐，
他好歹也是勋贵出身，长孙的生母，咱们要是去母留子，为那孩子怨恨也不好啊。一来抬举了萧天蓝，有了太子侧妃的名声，恶心萧家人，怎么着也是萧家的女儿，他们能舍得太子侧妃这么大的荣耀？二来也是念在长孙，从景佑帝到太子，子嗣都不丰厚，太子从成年到现在，小妾宫女宠幸了不少，可一个有孕的都没有。既然是在佛祖的地盘上有了的，这孩子就沾了佛性，断不能委屈了他。这可是太子的第一个孩子，又是在佛祖之地诞生，或许不符合礼数教条，但是他沾了佛性，有佛祖保佑，仅凭这一点，这个孩子必须得留下，生母也不能草率对待了。太子失德，传出丑闻，对皇家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皇后能找出这么好的借口来洗白这个孩子，皆大欢喜。就按照皇后说的办，只是委屈了严爱卿啊。太子，待会儿你去接亲，亲自给严爱卿夫妇磕3个头，带着朕的旨意，即日起严大学士入内阁，成为第5位阁老。太子大喜，原以为必死无疑，想不到柳暗花明，居然成了大好事儿。大学士也就名头好听，哪有阁老手掌大权，对他的帮助更大。儿臣谢父皇恩典。滚！再有下次，朕打断你的腿。天佑大宴，太子多年无子，没想到阴差阳错应在这儿了。这孩子沾了佛性，是佛祖赐下的，有大福气呢。萧大小姐和太子兜兜转转，注定是要做夫妻的。皇上特旨赐为侧妃，今日东宫啊，是双喜临门呢。果然，皇家是世上最肮脏的地方了，黑的能说成白的。赵无疆，你在等我吗？担心你心情不好，知道你会离开，我想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我陪着你。赵无疆，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？这都能猜到，我是真的生气了。不过你这么好，我马上就不生气了。谢谢你来陪我。咱们之间需要说谢的吗？上车吧，咱们去跑马怎么样？哎呀，那个座位足够大，你可以坐在榻上的。可我想坐在这儿嘛，软和嘛。难道你觉得我重，撑不住吗？不重，还没有我的长枪重，坐多久都撑得住。千军万马面不改色的战神此时额头冒汗，屏心静气，生怕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吓着怀里的小姑娘。萧天爱撩一下就好，没想到真的动真格，否则吃亏的就是自己了。你说太子也真是的，多少女人不找，离了他萧天蓝不行吗？一次次栽进他的坑里，真是贱男渣女凑一对儿，扎一块了，真是贱男渣女凑一对儿，扎一块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想不到皇兄会封了他做侧妃，注定不想让太子沾上丑闻，这口气只能忍下来，随后想办法报了。真的做了侧妃，侯府也能沾光，萧家就不能逐他出族了。世间之人大多看重利益，更胜廉耻。报仇不隔夜，我萧天爱的人生中就没有忍让妥协的说法。你不用管，我自有法子恶心他们。这次哪怕他做了皇后娘娘，生出皇帝出来，也休想再踏进萧家。现在我爹是侯爷，可不是大伯当侯爷那时候，谁不服通通逐出去。皇家我管不了，自家还管不好的吗？好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事不宜迟，咱们不忙着去跑马，先去侯府把事情办妥了，趁着消息还没有传开，速战速决。那可是皇嗣太子的长子呢，皇家就能舍得？老身不同意把他逐出族，母凭子贵，咱们更应该把他接回来，让他还俗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太子不能不负责任，必须给咱们家一个交代，起码给个侧妃当的，咱们萧家
也是太子外家，这是好事儿啊。也是啊，子嗣皇上不能不要吧？不行，哪怕皇上留下他，萧家也容不下如此心思诡谲，为了攀荣华富贵不择手段、不知廉耻之人。家族要想繁荣昌盛，靠的是子弟出众，文能造福百姓，武能保家卫国，而不是靠着女子。萧家女儿没有跟人做妾的道理，侧妃也是妾，萧家丢不起这个脸。我就知道你见不得老大一家子好，她可是你的亲侄女儿，你就一点亲情都不顾。我不管，你想把她逐出家门，连我这老婆子一起逐出去吧。我不管，你想把她逐出家门，连我这老婆子一起逐出去吧。这可是祖母亲口说的，诸位祖宗见证，由不得祖母信口雌黄。死丫头，老身做事儿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，这是祠堂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滚出去！你让谁滚出去？参见燕王殿下。本王以萧家女婿的身份，不知这祠堂进不进得？燕王殿下能来是萧家的荣幸，快请进啊！只是此地毕竟是我萧家祠堂，不好请殿下做主位，委屈殿下做客位。礼不可废，本王明白。王妃先请进，我们夫妻一体，祖老没意见吧？没有，二小姐也进来吧。见过诸位祖老，冲正诸位先赔罪了。二小姐请起，族中义事算不得冲撞。我也是太生气了，听祖母如此不讲理，一时没忍住，才冒犯了祖母的。祖老们不知道，我在东宫后院听到这个消息，那些小姐夫人们看我的眼神满是嘲弄鄙夷，臊得我满脸通红。地上要是有刀缝儿，我都想钻进去，实在是没脸见人。萧家也是世家大族，数代传承，不说簪缨世家，却也是名声赫赫，权贵圈子里也有一席之地，子女们的婚嫁都能由着心意挑选好的门第。可是堂姐这事传出去，谁家会娶萧家的女儿？心机深沉不知廉耻的标签可就打在所有姐妹的身上了，就连出嫁的姑奶奶都被夫家瞧不起。我想起来心痛难当啊！他萧天蓝为了自己的前途不择手段，佛祖清净之地都能做下丑事来，还有什么事是他做不出来的？有这样的堂姐，我秀一做萧家女儿，想必家族的姐妹们都跟我是一样的想法。祖母疼爱堂姐，却也不能拿所有萧家女儿的名声来成全她一个人，请族老们明鉴，逐她出族，势在必行。二小姐说的有理，上次她自甘堕落，私通太子，就让萧家丢了大脸，多少人笑话咱们呢？那时候的羞窘，大家没忘吧？就是那段时间，老夫都没脸出门呢，不知悔改。这种人啊，断然不能留在萧家族谱，必须逐出去。既然如此，请族谱萧氏天蓝从此不再是萧家女儿，从此荣辱皆与萧家无关。族老们主持了仪式，划了萧天蓝的名字，告慰祖宗。萧天蓝就此从萧家除名了，早该如此了。祖母好呀，给您请安了。我看您院子里的奴才伺候得很好呢，祖母的身子骨越发硬了，回头可要好好赏他们呢。陈嬷嬷，传我的话，每人赏20两银子，从我院子里拿，是我孝敬祖母的。谢小姐赏，老奴定会尽心伺候好老夫人。那就好。还是有心事啊。族老们这么好说话，完全是看在燕王的面子上，并不是看他。他萧天爱只是燕王的附属品，没有燕王，他连祠堂都进不去。没了侯府、燕王，他都没法在古代生存下去。不能怪他矫情，这个认知让他很没有安全感。没什么，有点累了，你陪我睡一会儿吧。
王妃，不要考验本王的定力好不好？去他的闺房，睡他的床，闻他身上的味道，只是想想燕王的呼吸都乱了。王爷，你想什么呢？我院子里空房间很多啊，你不习惯午休吗？小妖精，给我等着！太子的婚事办完了，该咱们了。我问过司天监，8月16的日子就很好，咱们就定在那一天，好不好啊？这个你跟我父母商议，我都好。不过呢，王爷，我听人说女孩子太早嫁人，生孩子容易难产呢，万一……咱就晚点生孩子，别太早要，让陈太医亲自帮你调理身体，他说可以，咱们再生。那好吧，麻烦王爷睡书房，咱们做几年名分上的夫妻。你这么疼我，肯定愿意等几年的哈。他好像掉进他的坑里了。我的个乖乖，他催着礼部结婚，为的是什么？还要等几年？守着小娇妻还能活吗？玉娆，等累了吧？咱们喝了交杯酒，让下人伺候你用膳。新婚之夜，新娘子饿着肚子怎么能行啊？太子不许取笑臣妾。喝了这杯合卺酒，咱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。太子，侧妃那里刚来禀报，侧妃肚子疼，请太子快去瞧瞧。什么？怎么会肚子疼呢？会不会动了胎气？传御医啊！太子今日不是只娶了臣妾一人吗？哪来的侧妃啊？我这个太子妃为什么不知道啊？是谁？太子你告诉我，还怀了身孕。太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对不起啊，玉娆，是我一时糊涂，这件事儿咱们改天再说。我可以跟你保证，太子妃的位置只有你能做，你是孩子的嫡母，也有责任照顾好这个孩子的呀。姑一直没孩子，父皇都有意见了，这个孩子对咱们都很重要，你不可以嫉妒，毁了姑的前程啊。太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姑去看看侧妃，孩子不容有事。小姐，皇上让老爷入了内阁，夫人说了，这是命，您得忍了。哼，命啊，太子妃还真不是好做的，我早该想到了。看来母亲也知道了，或许满洛城的勋贵都知道了，独独我不知道。侧妃是谁啊？哪个妖精这么大本事，能怀了太子的长子？小姐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，这个人出乎您的意料，他不是一般人。哼，走不过洛城里的这些贵女们，有谁是我不认识的？是邱家大小姐萧天兰。什么？好，好得很，萧天兰，真是小瞧你了。出家做了尼姑，都能做出这种事来，厉害，太厉害了！服了，我是真的服了。输得不冤。凌月，伺候小姐卸妆，咱歇下。既然是萧天兰，今晚上太子怕是回不来了。累了一天了，我都撑不住了。这个孽障，他是要气死本宫吗？秦公公，你亲自去把太子押回来，问问他，非要皇上打断他的腿，他才甘心的吗？奴才这就去，娘娘仔细身子，别气着了。气死了更好，一了百了。母后可不敢这么说，太子是孝顺您的，只是昨晚上侧妃动了胎气，太子为了孩子才耽误了时辰，累了一天一夜，铁打的人也受不了，太子肯定不是故意的。本宫一直都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那个萧天兰，你放心，翻不起浪来。孩子生下来，本宫就让他禁足，皇长孙不能长在这种人手里。全凭母后做主，皇后十分满意，赏赐无数好东西，安抚于他。啊，终于写完了。想起小时候被老师罚抄作业，累死我了。小姐熬了一夜能不累吗？累坏了身子，嫁进东宫那位不定怎么高兴呢。哼，他以为这样我就拿他没办法了吗？
早上准备好了吗？我吃了要出门。老大，接着找我来，有何吩咐啊？小姐，我被人摆了一道，咽不下这口气。你放下手里的事儿，先把这件事给我办了。谁这么大胆子，敢惹您生气啊？甭管了，您说躲他哪儿，我马上给您办妥了。坐下，打打杀杀的，本小姐是那种人吗？一直跟你说要低调，真正的大佬靠的是谋略，不能盲干。对付一个人，诛心比剁了他更能解气。我要把他的希望都给掐断了，让他一步一步的彻底绝望。跟我斗，玩不死你。您说怎么做，我给您麻溜办好了。这个是一出戏剧本子，最快时间内，我要整个落场都演这出戏。唱词我写了一些，剩下的找人补齐了。做的隐蔽些，别怕花银子，万不可被人抓住把柄，否则我也保不住你。行啊，怪不得您老说贵圈乱呢。这位少爷行啊，尼姑都敢睡啊，亏他能硬得起来。这唱词写得好啊，听着都心痒痒。小尼姑年方28，正青春被家人削去了头发，每日里在佛前烧香换水，偶遇了我那个冤家。他拔眼瞧着咱拔眼逆着他，他与咱与他，两下里多牵挂。冤家怎能成就了姻缘，在那菩萨的眼皮之下。得，我知道了，您可别唱了。这种戏本子肯定受那些纨绔少爷们的喜欢，肯定能火。不过之后怕是被禁，官府肯定不能让这种淫词艳曲在市井流传的，亵渎佛祖嘛。和尚们能乐意啊？就是要让和尚知道事出在尼姑庵里，别想这么算了。3天够不够？我要看到结果。够，肯定够。故事不是多复杂，也就2出戏，那帮戏子看几眼就会了。行吧，您等我的好消息。走到偏僻处，方大勇脸色沉重，有人跟踪，还是高手，以后跟老大见面更要警惕了。哎，不是跟你说逛街让我一起的吗？不想让我陪你啊？我随便逛逛，哪能次次都麻烦你啊？你今天不用进宫的吗？太子妃见家长，你可是皇叔，不用给见面礼吗？要给也是你这个燕王妃给啊！我去你家找你，让你跟我一起进宫，哪知道你又出门了，让我白跑一趟。那咱们现在进宫也不晚，走着。我怎么每次出门都能碰到你啊？你是不是派人监视我了？燕王殿下，这可不行，我还没嫁给你，你就这么不尊重我，我可是会生气的哟。你可以认为是我比较闲，喜欢围着媳妇儿转，一刻都不舍得你离开，所以每天一睁眼就想知道你在做什么，尤其是你家出了这种事儿，正在风口浪尖上，我怎么能不担心啊？嘴巴这么甜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我看看，你还是以前那个高冷的燕王殿下吗？是不是被人换了脸了？在你心中，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？怎么形容呢？跟庙里的佛祖似的，摆在那儿，所有人都得跟你烧香磕头。你呢？藐视众生，任你们拜，我自怡然不动，尊贵威严，却没有多少人气儿。形容的还真贴切呀。那你怎么会喜欢我？因为我独具慧眼，看出佛祖心中有个慈悲心肠，舍不得伤害弱小的我，把你拉下神坛，多有成就感啊！你看，现在是不是所有的高门贵女都佩服羡慕我呢？谁都仰慕的高岭之花属于我了，我都佩服我自己呢。是你厉害，本王也佩服你，狡猾厚脸皮的小狐狸，本王都栽在你手里了。你不乐意吗？乐意，100个乐意。我家王妃挖的坑，闭着眼我也得跳，还要摆好姿势，让王妃满意。太子妃，就你自己吗？太子呢？昨晚侧妃动了胎气，太子留下照顾，我不忍母后、太后久等，先来请安了。哼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两人比着再作死呢。皇后这么糊涂，好好的太子给养得不像话。咱们去坤宁宫，
哀家倒要看看，太子是不是为了胡妹子，规矩礼数都不要了。先忍他几天，他没好几天好日子过。我父亲昨天已经逐他出了家族，无根的浮萍只靠肚子里那块肉，看他能嚣张到几时。真的吗？自然是真的，萧家不需要靠着女子攀荣富贵。你真幸运，有这么好的父亲。皇上封了我父亲做阁老，家里人都乐坏了，谁还会在乎我的感受？太后驾到！哎呀，老乞婆，她来做甚？肯定没安好心。母后说你不听，等她来训你，谁也护不住你。母后，有事您吩咐一声，哪能劳您大驾啊？哀家的话也得有人听啊。皇后啊，今日太子妃独自进宫请安，宣魂之夜独守空房，你怎么看？虽然咱们是皇家，可她也是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娇贵小姐，换在谁家里也没这么做事儿的，这是瞧不起人，欺负人呢。太子不懂事，你当母亲的也不懂事吗？母后说的对，臣妾正教训他呢，之前也赏了玉娆，太子知错了。是的，祖母，孙儿真的知错了，昨天实在是事出有因，不是故意怠慢玉娆呢。知错就好。太子，皇叔以前教过你拳脚功夫，作为储君，文武全才是必须的。走，咱们出去，我检验一下你的功夫，可不能荒废了。习武强身健体，可不能丢了。不，皇叔啊，不敢劳驾您的，您眼睛不方便。不，皇叔啊，不敢劳驾您的，您眼睛不方便。太子是觉得本王瞎子，不配指导你吗？不是。那就走。皇叔眼瞎了，手脚可没断，你无需顾忌，尽管放手。打坏了皇叔，也不会怪你。他们叔侄闹着玩呢，皇后有意见啊？没意见，咱们也去看看吧。太子英明神武，我还没见过太子的神勇，万一燕王败了，我好安慰他。陛下，喝碗参汤提提神。有事儿啊？也不算大事儿。他说太子昨晚的事儿，还有燕王拉着跟他切磋。要不要老奴去看看？燕王拳脚重，别打坏了。不必了，九弟有分寸，太子也该受点教训了。九弟不打他，朕都想揍他了。皇后啊，太溺爱太子了，难成大器。九弟不打他，朕都想揍他了。皇后啊，太溺爱太子了，难成大器。楚王最近忙什么呀？最近倒是没有棉花素柳，看上一位小姐，追女孩子呢。他倒是清闲，朕都要累死了，也不知道帮朕分忧。传旨，让楚王去督察院历练，用心当差，做不出成绩来，罚3年的月例银子。看他拿什么追女孩子。奴才去传旨。太子那边不管吗？不管，御医也不要派，死不了就行。九弟不爱管闲事儿，今天怎么跟太子动手了？燕王妃一起进宫，他和太子妃在闺中就玩得不错，或许是因为燕王妃呢。哦，这样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朕这个战神弟弟也躲不过呀。见过姐姐，妹妹身体不适，不能行权礼，姐姐勿怪。既然身体不适，就在院子里好好待着，别瞎蹦跶。来人，让侧妃回去，没我的吩咐不得出来。姐姐，你是要软禁我吗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要见太子，见太子为我做主。哼，萧天蓝，你自称什么？侧妃也是妾，又自称婢妾。本宫提醒你一次，下次再犯，定不饶你。还有，你侧妃的封赏还没下来呢，现在就是个有名无分的奴才而已，别急着姐姐妹妹的喊得热乎。你不配。太子妃，你确定要这么对我吗？婢妾，记住了，
婢妾见过太子妃。行了，太子因为你挨了太后训斥，燕王教导，此时心情正不好呢。你想去随便你，请吧。那好吧，婢妾突然觉得身子不适，就不去了。婢妾告退。还有一事，想请太子妃恩准。婢妾出了黄安，还未曾回娘家看看，还请太子妃恩准。婢妾回侯府一趟。你不知道吗？侯府已经把你逐出家门了。你哪来的娘家？不过你晓得你的心思，翻身打了胜仗，回去显摆显摆。我懂，你想回就回吧。我跟二小姐关系不错，就当给她面子，希望你别后悔。什么？他们怎么敢？我可是太子侧妃呢。等你错了本宫这个正妃的位置，再去显摆吧。哼，他还真是这么的蠢，迫不及待来找虐呢。安排着呢，好歹是侧妃呢，要不给他点面子，万一将来他得势对付咱们，可怎么是好呢？那就不让他得势啊。母亲放心，等着看好戏吧。大姐姐不是出家做尼姑了吗？会不会是光头呀？不会呢，有假发戴呢，怎么能光头呢？侧妃不要面子的吗？怎么能光头呢？侧妃不要面子的吗？这样啊，我还没有见过尼姑什么样子呢。都安分点儿，她怀着孕，那可是皇嗣，谁惊着她，咱们侯府可担待不起。我可怜的天蓝终于回来了，遭了多少罪呢？小脸白的，快跟祖母回家，祖母让人给你炖补品，好好补补身子。祖母，你说错了，这是太子侧妃，不是咱们家人，咱也不能占人家便宜，族谱都划了呢，东西更不能乱吃了。人家怀着皇嗣，万一出点意外，侯府满门都不够赔的。你非要把他逼死才甘心吗？他什么都没有了，好不容易有好日子过，又不会跟你抢。你看祖母的面子，让他好好省个亲，不行的吗？最终还是嫁给了太子。天爱啊，毕竟血浓于水，大伯求你了，让我们父女团聚啊！先进去再说吧。侧妃请。慢着，奴婢是带慈宁宫当差，太后得知侧妃出门，怕出意外，特意让奴婢们伺候着。侧妃，你怀着皇嗣贸然出宫本就不对，太后有懿旨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婢妾遵旨，谢太后关心。嬷嬷辛苦，太后慈悲，还记着她，是她的福气。老夫人误会了，太后是不想让燕王妃难做，要不是看王妃面子，一个侧妃还不值得太后惦记。嬷嬷辛苦，天爱谢过太后，快请进府吧。燕王妃客气了，奴婢们应当做的。之后喝茶吃点心，嬷嬷们都尝过，才让她入口，等于是她吃他们的口水。萧天蓝那个气，一口茶都不想喝。吃饭的时候更是一道道菜仔细查看，大家都吃了一半才让她吃，理由是毒素有发作时间，必须过了1个时辰才能用。侧妃难得来一趟，准备了戏曲，侧妃听着解解闷儿，还请一部后花园。好啊，堂妹有心了。侧妃可别高攀我，我可是燕王妃，占我便宜呢。萧家族谱里已经没你这号人了，侧妃还是接受现实的好。燕王妃又怎样？照样是臣子。太子可是储君，未来的皇帝，不比你一个燕王妃重要的吗？这么说，太子着急继位做皇上呢？皇上今年刚过50，百年换早呢，太子等不及了吗？侧妃慎言。哼，算你狠。侧妃客气了，这才哪儿跟哪儿呢，我狠的地方还多着呢，你慢慢享受吧。戏台上，光着头的戏子娇柔婉转地唱着，和穿着绸缎衣衫的贵公子眉眼传情，没羞没臊，供奉的佛祖只露个背，被他们给恶心的看不下去。萧天爱，我到底哪里对不住你？你非要害死我才罢休。你害我还少吗？要我跟你一一清算吗？你害我还少吗？要我跟你一一清算吗？原本想留你一条生路，安生待在皇安里，吃喝不愁，不行的吗？
你非要搞事情，自己丢脸不算，连累的满府的姐妹们怎么嫁人？你还有脸说我害了你？怎么不说你害了多少人？好的很，你给我等着，太子不会饶了你。侧妃这话从何说起？我只是看这出戏有意思，好心请你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出3天，整个洛城，甚至全大雁的州府都会上演这出戏，希望太子能压得住。皇上不会不管的。那又怎样？做过的事儿总会留下痕迹。人呐，骨子里都爱八卦，越是禁止，越想看看到底什么事儿让皇家都下了禁令。恭喜侧妃，未来的史书上总会有你的一席之地，你也算是流传千古呀。兰贵妃宫里紧闭宫门，底下的小宦官们惟妙惟肖地唱着戏曲。退下吧，约束好宫里的人，谁都不许唱，被皇后逮着了，少不得迁怒，直接杖毙了。奴才晓得，底下人都在偷偷传，都知道轻重，没人敢在明面上唱。不过外面百姓怎么唱，可就没人能管得住了。那是太后和太子需要发愁的事儿，跟咱们无关。不看笑话，已经是对他们最后的尊重了。最近都少出门，省得被迁怒。你信不信，能这么坑萧天蓝的，只能是天爱那个机灵鬼。他以为勾搭了太子，怀了皇嗣，就能翻身，以此来报复侯府，还是吃亏没吃够啊！天爱那丫头，随便一个点子，都让她永不超生。咱们等着看好戏吧。是啊，萧小姐是我见过最聪慧的人，关键是她心地最善良，对谁都笑眯眯的，没一点架子。可谁要是觉得她好欺负，那就大错特错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谁说不是呢？太子，侧妃派人传话，身体不大好了，是不是请御医来啊？不是说女子过了3个月，胎相就会稳固吗？怎么一天天的总不舒服呀？姑看她就是借着肚子来争宠呢。不去，大半夜的请什么御医啊？御医不休息的吗？甭搭理他。这新婚之夜就是说肚子不舒服，陪他一整夜，结果屁事没有，害得他被所有人骂，甚至挨了皇叔一顿揍，现在还疼得走不了路，还来这招。跟你们主子说，别想着用这种办法来争宠，太子英明不上当，有事儿明天再说吧。尽折腾的满宫人休息不好。岂不知萧天蓝这次是真的肚子疼，白天省亲，又看了那出戏，对未来满是恐慌，回来越想越害怕，肚子就不舒服了。侧妃，太子让您好好休息，御医也要休息，有事明天再说。你没说我肚子疼，孩子不好吗？前天您也说孩子不好，太子丢下新婚的太子妃陪您一夜，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？太子都怀疑您拿肚子里的孩子争宠呢，奴婢差点挨骂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是真的肚子疼。萧天蓝熬到半夜，实在撑不住了，肚子疼得翻江倒海似的。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不得已只能自己爬下床，想要出去喊人。咚的一声，重重摔下来，终于把宫女惊醒了。啊，一大早的你怎么来了？没吃饭吧？陪我一起吃吧。好，正好饿了，先吃饭，吃了再说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太子侧妃昨夜流产了。不会吧？跟我可没关系，那可是皇嗣，见我10个胆子也不敢对他怎么样。再说大人恩怨犯不着迁怒一个孩子呀。没说跟你有关，不过昨天他省亲，今天孩子就没了，还是进宫看看，别让某些人往你身上扣屎盆子。好，我换身衣裳，马上就走。说说吧，到底怎么没的？昨天他回侯府省亲，回来不久就说肚子不舒服，姑想着他前些天也说肚子不舒服，可找来太医没什么事儿，以为他借着孩子争宠，跟姑诉苦告状，就没搭理他。哪知道半夜的时候，底下人来禀报，姑和太子妃赶过去，人已经昏迷了，满地的血。御医赶到，落下一个男胎，大人是保住了。
晨曦不知道侧妃身体不适，不曾有人来禀告，也是晨曦疏忽，没有多派人伺候。母后责罚晨曦吧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刚进门，东宫的事儿都没捋顺呢。回侯府省亲，莫非都是谁伺候的？仔细审过没有？御医怎么说？为何落的胎？即便身体不适，已经3个月了，胎象稳固，没道理这么轻易就流产了。御医没查出什么来，没吃坏什么东西，许是劳累过度，又耽误了治疗，都怪他一次次的拿孩子说事儿。姑以为他闹脾气，借着孩子争宠，就没当回事儿啊。姑以为他闹脾气，借着孩子争宠，就没当回事儿啊。去传晋中侯夫人，本宫亲自问问，毕竟昨天侧妃是从他家回来，才没了孩子的。不必了，我们来了。参见太后。燕王你也真是的，什么事儿咱们不能自己解决，一大早的劳烦太后，给他老人家添堵呢。哼，你是巴不得我死了，整个后宫就让你们一手遮天，好好的皇孙就这么没了。去请皇帝来，这事儿必须查清楚。萧天兰怀着身孕，本就应该静养，谁准她性侵的？要不是昨天哀家派了2个嬷嬷随时伺候着，你是不是打算把这个黑锅让人家侯府背了呀？皇后，你的公平公正呢？晨曦没有，只是传侯夫人来问问话，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啊。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，别以为人家都是傻的。老子被御史喷得一脸唾沫，刚给你摆平了，你倒好，大孙子又没了，不带这么坑爹的，多少坑都给他填不起来。所有伺候的奴才都抓起来仔细审问。江大办，你亲自去，事无巨细，必须查清楚。母后，你能担保侯府与此事无关吗？本就不该让他出宫，风口浪尖还不嫌乱的吗？燕王都怕他出事儿，特意求了哀家，幸亏哀家派人过去，所有的吃食用具挨个检查，就怕他出意外。他从侯府离开是晌午过后的1个时辰，流产是午夜，御医也没有从吃食之中查出对胎儿不好的药物，所以哀家敢担保此事跟侯府无关。皇后，你有什么说的？臣妾无话可说。皇后事儿忙，无暇顾及东宫，朕也理解。这样吧，让兰贵妃协助你掌管后宫事务，你先把东宫一摊子事儿给处理好吧。太子妃刚进门，什么都不懂，你多教导她。这样吧，让兰贵妃协助你掌管后宫事务，你先把东宫一摊子事儿给处理好吧。启禀陛下，侧妃已经醒了，奴才都问清楚了。昨天入夜，她肚子不舒服，请太子宣御医，太子拒绝了。半夜时分，疼痛难忍，没有人伺候，只能自己起身，不小心摔下床，这才造成皇孙流产，确实与侯府无关呀。姑以为他借着孩子争宠，新婚那天就说不舒服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姑以为这次也没事儿，就没当回事儿啊。此后的下人统统杖毙，为皇孙陪葬。侧妃怎么办？小二，你怎么说？皇上明鉴，萧天兰已经被逐出萧家，她的一切与侯府无关，一切单凭皇上做主。臣女没什么想说的。让她进门，本就是看在皇嗣的份上，现在皇嗣没了，她也没有什么价值。念她辛苦孕育一场，留她一命，送回皇安吧。她自作孽，与你无关，别往心里去。我没往心里去，只是有些空落落的。你说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权力富贵有那么重要吗？人活一世，总有执念，权力可以让人活得更肆意，可以把人玩弄在股掌之间。要想不被人左右命运，就要站在最高的位置。行掌天下权，醉卧美人膝，每个男人的毕生追求。男人征服世界，女人征服男人，古来如此。人活一世，总要轰轰烈烈。都夸王妃才华斐然，诗书双绝，今日为夫领教了。
这句话说得非常贴切，直中要点。不过对我来说，我只想靠在你的膝盖上，只要你一个美人儿。不用时时刻刻嘴巴那么甜，急着表忠心，你这样会让我怀疑你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。人前人后落差太多了，别帮人设。我还不是怕你担心啊，不惜一切来哄哄你的嘛。什么是人设？哪儿冒出那么多稀奇古怪的词儿啊？人设就是你给人的印象，一直冷漠的人突然热情，不就崩了吗？就像你，一直很温顺，很娇弱，宽厚大度，其实坚强霸道，不肯吃一点亏。你的人设崩没崩啊？赵无疆，你这样就不可爱了，扎心了呀！我多想做个娇柔可爱的小可怜，可见人那么多，逼着我崩人设，我还郁闷呢。你呀，你负责做你的小可爱，貌美如花，我负责收拾那些贱人，你总乐意自己上。我做夫君的很没成就感，我才郁闷呢。王妃啊，下次给为夫一个表现的机会，跟我商量一下，可不可以啊？下次我一定记得。不过燕王殿下，你这夫君还没正式上岗呢，别急着喊，让人听了笑话。哎呀，你是催着我娶你吗？哪有，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嘛。我的意思是，咱们还没成婚，不该这么频繁见面，同进同出，人家背地里不定怎么骂我呢。谁敢骂你，本王撕了他的嘴。以德服人，不要这么霸道嘛。太子的婚事办完了，燕王府的婚事也加快了进度。燕王还请他抽空来王府参观一下，按照他喜好来装修王府。来者何人？燕王府重地，不许逗留。我家小姐可是你们未来王妃，据通传一声，小姐来访。原来是王妃大驾呀！您快请进，属下马上禀告王爷去。我能直接去见王爷吗？想给他一个惊喜。别人或许不行，王妃您肯定行的，属下给王妃带路。王爷此时会在书房议事，请随我来。哎，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去接你啊。我想给你惊喜，看看你在家里都做些什么，不可以吗？可以，只是有些意外，怕底下人不知轻重，怠慢了你。燕王唇角笑意不减，对他的突然袭击很是欢喜，亲自带他参观王府。走吧，前面是王府的库房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有喜欢的拿回家里玩。那我可要见识见识啊！赵无疆，这就是你家的库房。当年我每次打胜仗，父皇都会赏赐我许多东西，早早赐给我王府，就是为了放这些东西。这么多年，慢慢攒下这么多，我还有封地的收入，那里另外有库房，这些年的战利品都没有运回洛城，一部分置办了产业，让钱生钱，很多珍稀物品也有10几个库房，都是西北各国的特产，具体我也不清楚攒了多少，等你嫁进来慢慢清算一下，咱们的家业都交给你打理。还不算长公主探摸母后的嫁妆，王府没地方，直接送到你府上吧。反正这些东西都是母后留给儿媳妇的。先帝不会把国库搬空了吧？一国的赋税是分开的，一部分是皇上的私库，一部分进入国库。父皇赏我的都是私库里的东西，包括每年各地进贡都赏给我了。皇兄每次看我都不舒服，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的，就是因为父皇的私库都留给我。他怕是历任最穷的皇帝了，就是因为父皇的私库都留给我。他怕是历任最穷的皇帝了。怀璧其罪啊！皇上会不会打你银子的主意啊？哼，怎么不会？他想要，又不想落下谋害弟弟的坏名声，现在还知道要脸。等他哪天忍不住了，脸都不要了，我的日子就难过了。哎，以前我不想娶亲，狠心拒绝你，也是有这个担忧。你知道这些，后悔了吗？怎么会？谁会嫌钱多呀？咱们正大光明得来的，
敢动一个铜板，掀了他的乾清宫，让全天下人看看他是什么嘴脸。赵无疆，你放心，我会和你一起守护咱们的钱，谁动咱们弄死他全家。小财迷，去看看吗？算了吧，等咱们成婚我慢慢清点，现在保留惊喜吧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，咱们有一生的时间要一起过，哪怕翻了这天，我也要保护好你。好，我相信你，咱们天下人都不理你，哪怕天下人都不理解你，我会永远的站在你身边。谢谢你，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